这是一条由黑手党统治的街，一个充斥着暴力和犯罪的地方。男人站在窗边朝楼下望去，一个妓女因为没赚够钱，正在被拳打脚踢。电话铃声急速的响着，但男人却不予理会。白发的独眼男端锅跑进来接了电话。他们这里叫做便利屋，字面上的意义，花钱为其他人提供便利的小事务所。今天的委托是帮忙在禁区开店的婆婆解决来找茬的混混。尼克打完人之后，还搜过了混混身上所有的钱和搭档沃里克平分。婆婆又拜托他们带一锅东西走。这时隔壁的巷子传来了动静，一个男人骂骂咧咧的提着裤子走了出来。那个婊子居然敢咬他，还不如去城管爽。紧接着巷子里走出一个被打得鼻血横流的女人，正是他们楼下那个妓女。老婆婆不耐烦的驱赶的女人，这里是禁区，不是她做这种生意的地方。最近来了一帮来路不明的人，在这里进进出出，完全不把规矩当回事。女人走下楼梯，一块手帕掉在了她的头上，抬头一看，上面已经没有人了。黑手党的各方大佬谈会结束后，为了平息最近街面上的骚乱，大佬们决定出钱雇佣中立人物来解决问题。沃里克和尼克端着锅来到了一家武器店，和店主姐姐分了婆婆做的法式炖羊肉。那个新兴的黑帮组织最近非常猖狂，甚至还抢了武器店的货。警署的查杜先生和他们约好了见面。最近以巴里为首的新兴组织突然扩大了活动范围，甚至跑去禁区做起了买卖。警察碍于上面的压力没办法出手，所以来委托便利屋将这个组织彻底摧毁。女人也不能放过，这让沃里克不是很有干劲。查杜在这条街是中立的存在，他警告两人别搞什么小动作，要是惹恼了四大富，几个脑袋都不够他们掉的。战利品可以随便拿，但尸体要上交。虽然清理费有点少，但怎么说也是一场久违的大生意。两人走后，尼克才发现原来尼克的耳朵是听不见的，虽然耳朵听不见，但是眼神可犀利了。讲悄悄话的时候，如果不把嘴巴遮住，什么秘密都会被他知道。巴里正策划着将白粉卖到7号街，却暗中挑拨其他势力的关系。沃里克在楼下的小巷子里见到了那位妓女，女人很抱歉自己把她的手帕弄脏了，但沃里克说手帕不是她的，而是尼克的。于是女人对着窗口做了一个谢谢的手势，这是她从两人那里学来的唯一一句手语。她也不是自愿当巴里的女人的，但除了这里，她无处可去。沃里临走前对她说，巴里不会再回来了。此时的尼克正在手持武士大刀大杀四方，看到尼克胸前晃动的牌子，巴里吓得惊慌逃窜。但尼克凶悍的像一只出笼的野兽，他的刀甚至要快过手枪。他一手拎着无头尸体逼近巴里，巴里已经无处可逃了，试图以双倍的价格拉拢尼克，当然是没用的。然而还没等尼克动手，耳边就传来了3声枪响，回头一看，果然是沃里克。沃里克抱怨尼克提前动手不等他，他那一枪直打中了尼克的腿。见对方挣扎着要去拿枪，尼克把刀一插，将他的手钉在了地上。巴里为了活命一个劲的求饶，你们要什么？女人、白粉还是钱？沃里克笑着凑近他耳边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打破这条街规矩的白痴和糟践女人的混蛋，喜欢的想让他们死。巴里恰好两样都占了。等到女人气喘吁吁的赶来，尼克已经开始处理尸体了。看到已死的巴里，女人很难过，好不容易才死心的，事到如今她还能去哪里啊？女人拿起地上的枪，边哭边对着巴里的尸体连开数枪，弹夹都打空后，一言不发的哭着离开了。尼克见沃里克不去追，自己就要去。沃里克生气的喝止住了他，还是自己去了。查杜准时等到两人来交任务，不过看到他们居然带着巴里的女人，吓得烟都掉了。这又是在干什么？沃里克表示这是他们的战利品，查杜可是答应了他们随便拿的。查杜气得大骂他们胡闹。尼克突然暴起，一脚踹歪了警车。他们可不是他的手下，而且也不是很有耐心。再有下一次被踢爆的可就是他的头了。车里的科迪吓得瑟瑟发抖，查杜也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好给了他们报酬，打发走了。就这样，名为艾利克斯的女人成为了便利屋的一员。挂牌子的人是街上最恐怖的存在，哪怕是巨石强森一样的壮汉，在碰到挂牌子的都要落荒而逃。小姑娘敲开便利店的房门，和丰满胸围的艾丽以及只穿内裤的沃里克面面相觑，然后大叫着捂着眼跑下楼，正挑撞上买菜回来的尼克。小姑娘叫妮娜，是泰奥医生那里的小护士，也是他们的常客，两人的关系也非常好，手语更是一流。泰奥医生惹上了挂牌子的，对方有着 B 级以上的实力，就连赶到医院的马可部下都不是对手。听到这里，尼克兴奋地叫了，拿起了一旁的武士刀。妮娜将2瓶药递给了尼克，对方也不管用法用量，就往嘴里倒了一把，被小姑娘骂了一顿。沃里克注意到楼下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，于是让尼克带着妮娜先走，他叫来艾丽帮忙解决。3人果然是来跟踪妮娜的。正准备动手的时候，艾丽突然走了过来，像普通妓女一样亲密地搂着他们的胳膊要来一发。3人的注意力被成功吸引，沃里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身后，干净利落地将人射杀。艾丽抱怨沃里克不打招呼就开枪，他的衣服都被弄脏了，而且杀人真的好恶心。沃里克在处理尸体的时候，发现他们身上挂着佣兵的牌子，和尼克相似但又不同。尼克和这些人不一样，或者说是前佣兵。小诊所门前挂牌子的壮汉正带着小弟劝说泰奥医生加入他们，然而医生软硬不
不吃，从不加入任何组织。于是壮汉掏出了妮娜的照片，威胁医生，如果医生不答应，就把妮娜卖给别人。结果话音刚落，泰欧就非常淡定的来了一句欢迎回来。扭头一看，妮娜和尼克已经到了，被啪啪打脸的滋味不是很爽。壮汉一下将手上的脑袋摁进了墙里，这么多人居然连个小女孩都抓不住，丢不丢人？随后又将矛头对准了尼克，尼克的大名他也听说过一二，街上少见的亚洲挂牌人比想象中的还要小只。说着亮出了自己 B2级的牌子。尼克不理壮汉，问医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。医生倒是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不给查杜先生添麻烦，保护好妮娜就行。见尼克拿着武士刀，壮汉非常轻蔑，这个连核弹都发明出来的年代，居然还有人用这种落后的东西，估计也就是个D级的货色。尼克扎紧刀鞘，并伸出了3根指头，意思是3分钟干掉他。对于尼克来说，这不过就是一场普通的打闹而已。壮汉气得青筋暴起，一拳狠狠砸向尼克，居然敢如此小瞧他。然而这一拳只砸碎了地面，尼克轻盈的跃起，一脚将壮汉踹飞老远。壮汉恼羞成怒，拔起路边的路牌就朝尼克抡去。医生无语，让妮娜去房间里通知查杜警官。尼克玩的有点太过了，从窗户进去，他把钥匙丢了，打不开门，要不也不会站在门口耍帅了。发现妮娜想要逃跑，跟班们赶紧追上来，其中一人突然悄无声息的倒了下去。医生默默拉开白大褂，里面是一整排的针剂，千万不要轻易惹怒一个医生。尼克身心灵巧，肌肉男抡了半天，愣是一点都没碰到他。医生不耐烦的让尼克别到处搞破坏，他家要是被破坏了，他可受不了。结果话刚说完，壮汉抡着路标要搞偷袭，尼克下意识用刀一挡，路标就旋转着插进了医院门口的墙里。医生的脸色瞬间变得非常难看。与此同时，忙着给便利屋擦屁股的查杜接到妮娜的电话，说尼克在医院门口跟挂牌子的干了起来，烦得脑袋都大了。医生气不打一处来，拽着尼克的领子就要给他扎一针，都说了不要让那个智障搞破坏了。尼克慌的手都要捂出残影了，又不是他的错，不要把针头对准他呀喂！觉得自己受到了戏弄，壮汉又顺手扯过排水管朝两人抡去。尼克一把推开医生，拔出刀鞘，壮汉的脸颊立刻出现一道伤口。3分钟到了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尼克从兜里掏出自己的牌子，上面赫然刻着 A0级。另一边，沃里克正在艾丽解释挂牌子的，简单来说就是这条街上一种特殊的人种，和普通人类不同，叫法也有很多种。至于为什么给他挂牌子，可以看作是一种警告，警告别人注意猛犬。正说着，尼克跃上半空，一刀将壮汉砸成了重伤，居然派出 B 级的人来泰晤医生这里当炮灰，这个组织还真有钱。虽然搞得非常华丽，但事后还是被查杜警官骂了一顿。都说了打架不要破坏建筑物，和挂牌子的打闹要在他们的监视下，怎么说怎么不听。艾丽被尼克搞得一出血色浪漫吓坏了，医生走过来塞给他一张纸条，但上面什么都没写。妮娜走过来安慰他，艾丽问他难道不害怕尼克吗？妮娜的表情突然变得有点悲伤。艾丽是不了解尼克才觉得他可怕的，并提到了黄昏人。不过还没等他说什么，沃里克就来叫走了艾丽。至于失败壮汉在回到组织后，则是被当场无用品清理掉了。黄昏人种究竟指的是什么？